战争与和平》它是一部恢宏的巨著，也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。它并不是一本枕边书，因为如果你打算睡了，它会冲击你的心灵，不是吗？不过，这也只是对一部分人来说。《战争与和平》确实是一本很厚的书，但它精彩地展现了历史。书中充满了现实，却不乏深刻的人物。如果读这个大部头令你止步，可以想象托尔斯泰写它时将多么痛苦。1863年，托尔斯泰本来打算写一本关于政见不合的短篇小说，此时他刚从西伯利亚流亡回来。5年后，他洋洋洒洒写了1200页。这部著作中包含了爱情故事、战争、经济破产、消防队员、宗教、莫斯科大火以及半驯化的熊。但是书中并未讲到流亡和政见不合，其原因如下：托尔斯泰这个暴脾气的人，1828年出生于贵族家庭，此家庭以性格古怪而闻名。30岁时，他从喀山大学辍学，挥霍着家族的财富，参了军，写了回忆录，选择去西欧旅游而不是潜心文学。他后来定居在亚斯内亚·泡勒亚纳，这也是他的祖居。在这里，他写下了12月党人的回归及一群出身良好的改革分子。在经历30年流放后，于1856年被赦免。但托尔斯泰认为，如果不描述12月党人在1825年对沙皇尼古拉斯2世进行的起义，那该如何描写12月党人的结束流放呢？这又不得不谈到1812年时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入侵事件，触发了12月党人所反对的专制主义。而描述1812年，则需要描述1805年，当时俄罗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失败，从而开始感受到拿破仑的威胁。因此，托尔斯泰决定了，他既要描写历史上的重要事件，也要描写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生活。他把目标放在自己熟悉的贵族阶层，书中只是偶尔涉及到俄罗斯的普通大众，其中包括农民甚至农奴。这些人在当时不得不为地主服务。战争与和平的故事以法俄战争前夕为开始，鸡尾酒会上的贵族们为逼近的战事而担忧，但话题迅速转向贵族们一向关注的问题：钱、色、死亡。书中的第1节也暗示了，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背景下，情节同时在政治和个人两方面展开。战争与和平中并没有主角，相反，读者们会看到一张巨大的关系和问题交错的网。那个不幸的私生子能够娶到美丽但却骄纵的公主吗？他唯一的朋友能够在战争中活下来吗？那个对2个男人一见钟情的年轻女孩又会如何呢？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形象彼此交叉。拿破仑在书中出现数次，托尔斯泰的祖先甚至都在书中扮演了角色。尽管人物及其心理描写扣人心弦，托尔斯泰并不担心打断原有的叙述，而提出深刻的关于历史的问题：为什么战争会爆发？什么是好的战场战术？伟大人物，例如拿破仑，是否决定了国家的兴亡？还是说更大的文化和经济力量起着决定作用？这些延伸出的题外话也成就了这本巨著，使其拥有更加宏大的格局。但19世纪的一些评论认为，很难说《战争与和平》是一部小说。Henry James 认为这是大部头、松散、拖沓的怪物。事实上，托尔斯泰也承认这点。于他而言，小说是西欧的一种文学形式，而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西欧不同，这使得俄罗斯作家需要做出改变。他自问，什么是战争与和平？它并不是部小说，也不像一部史诗，也不是编年体历史。它是作者用一种能够表达的题材去表达他想要并且能够表达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托尔斯泰全部的想象力，仅此而已。战争与和平结尾时，书中的时间已经回溯到1820年，这比托尔斯泰最初设想的1856年早了36年。在试图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情况下，他沉浸在过去，最终诞生了这部追索在战争背景下历史、文化、哲学、心理以及人类如何应对战争的巨著。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儿的机会。